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今天的主题呢是你买的房子到底是你的资产还是负债？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买了一套房子就能够从无产阶级升级到有产阶级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个问题除了牵扯到房子每一个月的其他开销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如何挑选物美价廉的房子的一些小技巧。那看完我们今天的视频呢，相信你会在下次购买房屋的时候呢，看问题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坚持看完，并且能给我们留言或者点赞。首先要说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之前的视频里没有特别详细讨论过的，就是房产税。房产税呢，应该算是养护房子每个月的固定开销里面最大头的部分了。那房产税呢，其实是一个房屋价值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呢，根据房子的地理位置不同，房子所在的州不同，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浮动。基本上呢，其实是在1%上下了。这个百分比的差别呢，没有那么大。主要差别还是在房屋价值上面，它其实呢是由2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房子的土地价值，就是 land value， 还有一个才是房子，就是这个土地上面这套房子本身的价值。房子的土地价值呢，主要就是要根据房子的占地有多广，然后这片地儿在的地理位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均价来决定。那这个房子的使用面积呢，就会是指说里面到底有多大，上下一共有几层，几个卧室，几个卫生间。但是使用面积里面有一条呢，是地下室其实是不包括在这个使用面积的计算内的，也就是说你其实不需要为你地下室的面积交税。那这么一说，大家就可以明白了，买房子当然是最好挑有地下室的。而且呢，有一个装修的很不错的地下室，无论是作为客房，还是说作为一个游戏屋，其实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为房子增值的点。所以在这上面呢，我就会建议大家买房子的时候，如果是同一个地段差不多的房子，尽量买有地下室，并且地下室可能还没有装修的房子。因为那样的话，你把地下室按照你的喜好装修了，作为一个装修好的地下室，在你最后卖房的时候，这个地下室为你这套房子带来的增值，其实是掌握在你的手里的。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会忽略的，其实就是房子的土地价值。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它主要是由房子的占地面积决定的。有的时候你经常能够看到，比如说2个小区里面看上去几乎是一模一样大小、一模一样格局的房子，为什么有一套就比另外一套贵？这个往往就是因为占地面积的不同。占地广的房子呢，它的卖价自然也会更高，随之而来的呢，地产税也会更高。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呢，有一个他的房产税是我所知道的最高的，他住在一个纽约长岛的超级富人区的豪宅里面，他的房产税呢大概是$5000一个月。我相信这个其实比全美80%的人的收入都还要高了。当然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公司里的老板，他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是看了纽约附近所有的好学区，然后从中选了房产税率最低的一个区来买房子定居。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啊。好学区的房子一般来讲，它的房价都会更高，人的家庭年均收入也会更高，那最后这个需要付出的税呢也不会低。所以一些刚开始买房的家庭呢，可能会考虑在好学区里面选一个户型达到了自己的需求，但同时呢占地又不用太大，就是土地使用率比较高的房子。不过呢，这个占地面积呢，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想要省一点钱的话，自然就不可能想象说我自己有一个大花园，可以请很多朋友来 party 或者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条建议呢，完全就是看大家自己的需求，还有自己的考虑了。像我刚刚说的这2个小建议、小 tips， 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帮助呢？如果你觉得我讲得好的话，希望你能给我点赞。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的频道，也希望你能够关注我们。
我一般会讲一些关于在美国买房、做其他的副业、投资、赚钱的事情。老麦呢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希望你不要错过我们的频道，能够关注我们、订阅我们。房产税说完呢，还有一个要提到的养护房子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就是水电费。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费用，事实上以一个3层左右的 single family house 来讲啊，就是独立家庭房屋，一个月的总开销大概在$400左右，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这个里面呢，其实就要牵扯到房子本身的供暖还有制冷的系统。美国这边的房子呢，很多都是老房子，所以从供暖来讲呢，它分用电的、用煤气的，甚至还有用油的。那这个里面呢，自然是全部用电，中央空调、冷暖一体这样的机器呢最省事儿。另外，大家也能想象到啊，一个房子越大，无论是供暖还是制冷，其实维持房子在一个合理的温度呢，都肯定是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的。而且呢，一套空调的机器，整个机器啊，加上安装什么的，再加上办一些手续啊，大概需要$8000到$10000。一套机器的使用时限呢，大概在10年左右，就是超过10年呢，肯定会需要换新，或者会有很多的维修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以前的时候一定会去看一下 utility room， 然后会去看一下每套房子它的空调机大概是哪一年的呀，这个东西肯定是越新越好。说了这么多呢，其实中心就是要讲，至少是在美国啊，你买了一套房子，就算你是全现金买的，没有贷款，你每一个月的支出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个里面呢，除了咱们刚才说的房产税，还有一个就是房屋保险，这个是避免任何的天灾人祸。那自然你的房子越高级，面积越大，这个保险费用呢，每个月可能也更高。咱们拿一套$100万的学区房来讲啊，比较常见的房产税呢，可能是在$2000一个月左右，然后还要加上保险费用，这个最低可能是200。另外呢，还要加上一些水电网费啊，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开销，咱们一个月吧，就说是$3000吧。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或者至少听说过一本书，叫《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出版的非常早啊，是一本非常非常火的书。它里面就讲到呢，任何不能带给你正向现金流的资产都不能算资产，而是负债。那按他这么说呢，你买了一套房子，其实背上的是负债，因为这个房子本身不能给你产生任何的现金流，但是呢，每一个月你还会有一些固定开销，是你需要通过其他的收入来承担的。当然肯定会有人说，那房子不都是会升值的吗？将来我把这套房子卖了，那我的钱不就拿回来了吗？确实如此，但是呢，房子并不是流动性资产，它的变现呢相对会缓慢一些，肯定是和什么股票、债券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比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到通货膨胀，也就是你今天的100万，10年前的100万，10年后的100万，它都不是一回事儿，购买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了，我在以前的视频里也反复说到，住房呢是个刚需，因为你总需要住在一个什么地方，不买房就得要花钱租房，那这个每一个月的开销呢，就更属于毫无回报的纯负债了。所以今天说的这一些呢，主旨是希望能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计算房子的成本还有开销，并且呢，能够在挑选房子的时候，知道看一看地下室、房屋面积以及房子现在本身的一些供暖啊、制冷啊等等的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呢，正是因为你自己买的住房呢是属于负债的一种，所以我才更建议大家去考虑做投资房，来达到以房养房的状态。那么投资房、自住房到底应该先买哪个呢？应该怎么样安排才最划算呢？这个会是我以后另外一期视频的主题。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留言、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持续支持我们。谢谢大家，拜拜。